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同样是演被绑架，把杨紫、鞠婧祎等人放一起看，差别就出来了。想让一段戏扣人心弦，就得真实到位，特别是绑架戏这种，得够逼真，感情的真挚。这可是让观众心动的两大法宝。现在影视剧里的女演员演被绑架，咋看都像是在演喜剧呢？说实话，没对比还真看不出伤害。就拿杨紫、鞠婧祎、邓家佳、舒畅这些女演员来说吧，同样演被绑架，可一比较，那差距可就明显了。杨紫在《长相思》里演的文小六，真是太棒了。最近杨紫携手张晚意、邓为和谭健次主演的《长相思》火得一塌糊涂，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呢。这部剧颜值控们千万别错过，男主、男二、男三都是帅哥一枚，还都和女主有情感纠葛。杨紫演的女主小六，简直就是女版徐凤年，超级带感。杨紫这演技，在现在的小花里可是拔尖儿的。她演的那些小细节都特别生动，看得人特别入戏，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似的。她给安念的女仆下毒后，就坐在药店里，手里攥着解药，等着安念和他哥找上门来，打算好好教训他们一下，挫他们的锐气。可等到要动手的时候，他才发现那个说好要帮他的叶17竟然不见了人影。他盯着那把空荡荡的椅子，自嘲地笑出声来，观众看了都觉得心里挺不是滋味的。他苦笑了一下，阿念兄妹离开后，他的神情变得落寞起来。观众能明显感受到他的无助，平时那么坚强的他，偶尔也想找个肩膀依靠一下，可惜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。他为了给儿子娶媳妇，一个人跑上山去采灵草，结果倒霉的被香柳给逮住了。香柳这家伙真是毫不留情啊，一上来就是一顿狠揍，棍子抽得他后背都破皮了，简直是惨不忍睹啊。其实这种挨打的戏在影视剧中挺常见的，但很多演员演起来，咱们观众就感觉不出被打的人到底多疼。可杨紫就不一样啦，看她演的时候，额头上青筋都鼓起来了，汗珠也哗哗的往下掉，看得我们隔着屏幕都觉得后背疼得厉害。阿念被绑走了，轩这个当哥哥的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火急火燎。他在丛林里突然看到小六正拽着被绑的阿念，他立马冲过去，3两下就把阿念给救了出来，还把小六给打伤了。片花里有个镜头，小六被绑得结结实实的，一看就是用麻绳捆的，嘴里还塞了块布条，这造型跟之前被轩打伤时一模一样。看这样子，接下来他多半是被轩给绑走了。有 UP 主评价，这个镜头让杨紫看起来脸有点肿僵，颜值掉线啊。杨紫处理的真的挺好的，看她泪眼汪汪的样子，就能感觉到她心里有多难受，像是受了很大的折磨，又没法保护自己。眼神往上一挑，更是让人觉得她好无助啊。这道具做的真逼真啊，麻绳绑得紧实的不得了，嘴里的布条塞得满满的，一看就知道剧组特别用心。杨紫也是拼了命的塑造角色，真是辛苦了。鞠婧祎《如意芳菲》里的芙蓉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。鞠婧祎自从爱豆转行当演员以来，作品可不少呢。这几年每年都有那么1两部电视剧播出，就是评分嘛，好像都不太理想，很少能达到及格线的。她的演技啊，说实话，除了粉丝们在那儿使劲夸，观众们可是不买账的。为啥呢？一个原因是她老端着个偶像架子，演戏时放不开；再一个就是她那个扮永久爱豆妆，真是舍不得卸啊。哎呀，要说这两种情况遇到被绑架的戏份，那简直就乱成一锅粥了，跟灾难现场似的。在《如意芳菲》里头，她演的芙蓉姑娘被一帮绑匪给掳到后山去了。
她当时穿着鲜红的嫁衣，看起来可漂亮了。虽然那些绑匪打算把她拖到后山活埋，但他们对她好像还挺温柔的，像是对待宝贝似的，真是奇怪。绑架犯真是细心啊，连她头上的饰品都没弄乱，红色头纱也完好如初。更别提那块堵嘴的布条了，居然用的是干干净净的白布，还叠得整整齐齐才塞进去，生怕弄疼了她似的。她简直就是个女中豪杰，被绑匪绑了也毫不畏惧，妆容依旧精致，眼睛还那么楚楚可怜，仿佛在向绑匪炫耀。哼，就算我被绑了，我也能美哭你。当然啦，她可不能张嘴，因为只要她一开口，这小布条立马就得掉下来，简直还没张一嘴里那块饼大呢，真是小得可怜。但这种随便的扮相还挺多，就像《有匪》里周洁琼演的角色被绑时，那绳子就跟挂在脖子上的装饰品似的，松松垮垮的。还有那嘴里的布条，感觉稍微一动就得掉下来，简直就像没用力咬一样。演员演戏真的挺拼的，还得时刻担心嘴里的布条别掉下来，哪还有心思使劲挣扎啊？真是难为他们了。张一山在新版《鹿鼎记》里的绑架戏也是够尴尬的，那布条小的跟牙缝似的，都不知道道具组的工作人员咋想的，导演居然也让过了，真是醉了。哎呦，看他那正面侧面的样子，明显是怕观众看不出来他是被绑的吗？梁静娴嘴巴闭得紧紧的，估计是怕布条不小心从嘴里掉出来露馅儿了，咬都咬不住，真是拿他没办法啊。邓家佳在《无证之罪》里演的那个朱慧茹，真是让人印象深刻啊。这几年她演了好多电视剧，虽然没有大红大紫，但演技可是被观众们实实在在认可的。特别是她在《无证之罪》里演的那个朱慧茹，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，演得太好了。那场朱慧茹被绑架的戏真是让人心疼，她双手被反绑在背后，嘴上还被贴上了黑色的胶布，想喊都喊不出来，也动不了。看着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，真是让人心里难受极了。那种绝望和窒息的感觉，简直是隔着屏幕都能让观众深深感受到，好像自己也置身其中一样。旁边火势熊熊，他心里的绝望也随之熊熊燃烧。短短几分钟的戏，他的情绪就经历了大起大落，从最初的惊慌失措、无依无靠，到最后的彻底绝望，他的心情变化真是看得人心疼。这部剧在豆瓣上狂揽 8.0 分好评，这可得归功于它剧情合情合理，演员演技一流，道具组超级用心，还有导演那超赞的镜头语言。这些元素可都是成就一部好剧的标配，少了哪个都不行4. 舒畅在《大唐荣耀》里演的那个慕容林志，真是让人印象深刻啊。舒畅啊，已经好久没拍戏了，得有4、5年了吧。这2年他主要就在直播带货，直播间里倒是挺热闹的。不过啊，热闹归热闹，负面新闻也跟着不少，真是让人惋惜啊。这么一个颜值高、演技好的演员，怎么就慢慢淡出这个行业了呢？他在大红大紫的时候选择退出娱乐圈，但他的代表作《大唐荣耀》依然让人津津乐道。他在剧里演的是女2号慕容林志，这个角色经历很惨，让人看了都心疼。剧里他演的那绑架戏，简直可以写进教科书了。手被铁链绑得紧紧的，嘴里的布塞得满满的，嘴都鼓得老大了，一看就让人喘不过气，感觉超有压迫感。他拼尽全力想要挣脱，可惜一点用都没有，汗水哗哗的流，把整张脸都弄湿了，头发也乱糟糟的，那些细小的头发都沾上了脸上的汗，看起来好狼狈，真是让人心疼。他演的真叫人心疼，那种被世界抛弃的感觉，叫天天不应，叫的不灵，完全就是任人宰割的小可怜。看他哭过、乱叫、挣扎，那种挫败和绝望，
真的让人心里一紧，恨不得立马冲进去把他给救出来。这才是绑架戏的正确打开姿势吗？看得观众都紧张兮兮，心疼不已的。都说人比人气死人，同样是演绑架戏，这几位女演员一比，差距马上就出来了。有时候演员的天赋可是个宝贝，像舒畅那样没学过专业的表演，可演啥像啥，真是难得。可也有些演员北电中戏都毕业了，却连一部让人记得住的作品都没有。但话说回来，光有天赋也不行，态度才是关键。有些演员啊，天赋不够还不努力，一年演好几部戏，结果一部比一部差劲。